胸前的吊坠散发出白光，他满是震惊地端详着，里头有一滴泪水。终于有人为他流泪了。智贤高兴得泣不成声，那么久的寻觅终于有了回应，多么渴望知道是谁的泪水。那个人竟是韩江。在他整理盆栽的时候，海叔发现了什么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原来是印章，怎会是智贤的东西？他终于明白，一直在他身边的衣锦就是智贤，于是急忙驱车前往医院。连串的巧合如谜底般拼凑完整，自责没能早些发现。他站在智贤的病床前，低声说道：“原来你一直都在自己的身边。”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，随着智贤的吊坠泪珠一同坠落，监测器上出现了微小的波动。他握着智贤的手，尽管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很高兴又见到你。韩江在到处找他，他们终于在万里洞重逢了。韩江直呼他智贤，问到底出了啥事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吊坠变成了红色，又烫了他一下。他急忙否认。韩江懂了，他可能有难处，所以就没再追问，只能默默地找出他需要啥，看看能怎么帮他。智贤回家了，这下子麻烦大了，因为他现在又不想死了。可房间被他收拾得太干净了，被发现了肯定吓人，得赶紧让房间回到原样。没多久他又躺回去了，从衣锦的身体里出来了，还是被他发现了。智贤把洗手间给忘了，衣锦以为自己梦游越来越严重了。韩江没走，每天都在他家门口守着，通过他的打扮和状态判断出白天出门的是智贤，他在用宋衣锦的身体活。智贤在报纸上找工作，韩江走了过来，说那天喝多了胡说八道，让他回餐厅工作，工资还涨50%，兼职工作时间自由。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开心得很。韩江有个疑问，智贤第一天上班说干48天就够了，这是啥意思啊？海叔说在镇安司的时候倒是听说过有个49日灵魂找什么东西的说法，具体的得去问镇安的道渊师傅。韩江打算明天就去镇安。智贤把明浩约出来了，把钥匙还给他。这时候他电话响了，在犹豫是不是该接。智贤起身要走，结果被他拦下，并接起电话。镇安公司那边出事了，明浩明说的去镇安出差。智贤猜到了镇安的徐厂长也背叛了他爸。心机女得知这消息，发现男友明浩要去镇安，却不带自己，便想起了韩江。哪知道韩江明儿也得去镇安，真是巧得很。自己正跟小雨计划明天去镇安看花泥，看来可以凑一块去了。回家之后就开始忽悠小雨。这头的智贤，灵魂摆渡人告诉他别去，他感觉有危险，可能就回不来了。智贤拿回程票给他瞧瞧，叫他别操心了。他最近真是倒霉透了，觉得自己精神有毛病。催眠师让他推那扇门，咋推也推不开。医生又叫他用力，门就开了。看到了那天自己上吊的情景，房间里不光是他，还有个什么玩意儿。衣锦吓得直冒冷汗。卢医生赶忙叫醒了他，问他都看到了啥。他却说不出话来，像丢了魂似的回了家。趁他睡熟了，智贤又进了他身体。今天得去镇安，那摆渡人还在那儿拦着，又说有危险，可能回不来。他却一意孤行，跟明浩同往。智贤看着自己跟他的合影，问道：智贤到底是个啥样的女人？你为啥要把他们家搞垮？是因为仇恨吗？明浩这才回答：她是个善良的女人，父母也都是好人，只能说命不好，跟我一样。他这么一说，智贤更迷糊了。韩江为了智贤，自己去了山上，去找那个僧人道渊的下落。谁知道这人就是修行了50年的道渊大师。他跟韩江说，灵魂要是在49天内收集到那样东西就能复活，具体是什么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明浩他们也到了那儿，可智贤没算准。明浩决定单独处理生意上的事，让他自己先四处逛逛。过了一会儿，韩江逛街时偶遇智贤。智贤看到他紧张兮兮的，来镇安的事儿不知道怎么向明浩交代，没想到他性情大变，不仅没怪他，还带他回母校转了转。时间一到，就把他送到明浩那儿。智贤故意把小静也带了过来，结果出了岔子。走着走着，智贤突然脚软，灵魂在他体内晃悠，没想到衣锦会醒，智贤被挤出来了，他体内的灵魂开始动摇，最后智贤被逼出体外。现在糟糕了，衣锦渐渐苏醒，他根本就不认识明浩啊，明明是在家里睡的，眼一睁就在大街上了。智贤手足无措，这时候灵魂摆渡人现身了，把他拉到一边说，既然出事了，就得从你的49天里再扣1天，别担心衣锦会疯，这一天就当他做了个梦。不过摆渡人也纳闷，他本不该醒的，这肯定有啥东西影响了他。小静掉进智贤的局里了，他看到了明浩和衣锦，明浩拉他一边解释去了。韩江没走，解释这事儿只有他懂，走过去安慰衣锦，别怕，会给你说清楚的。他欲言又止，似乎看到了啥，怪不得他会醒，这里藏着他和已故男友宋一秀的回忆。他那已故的男友就是现在的灵魂摆渡人，那是5年前的事。一秀离世后，他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。衣锦边走边陷入对樱花道的回忆，韩江紧紧跟随在他身后。
智贤和他也没落后，他们在学生群前突然站定脚步，那是年少的智贤与韩江，他们正在用塔罗牌募捐。韩江对这做法总是不以为然。这时候伊景和伊秀走了过来，他叫伊秀抽张牌试试，秀随手抽了一张，看他的表情明显感觉不太好，但智贤说那是完美恋人牌，代表着坚不可摧的美好爱情，然后给了他们一支粉红色的玫瑰。除了韩江，他们3个都笑逐颜开。两人走后，韩江便质问他，你这不是在骗人吗？那张牌是倒着的，代表的是永别。智贤用善意的谎言安慰，韩江却直言不讳地揭穿了真相，愤然丢掉了所有的牌，不小心推倒了智贤。韩江赶忙扶他起来。收拾结束后，韩江匆匆回来，却发现智贤已经不在，他的手链还落在了地上。韩江买了花想要道歉，可小雨带着悲伤告诉大家，智贤已经转学到首尔了。花束无力地落在了地上，连说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了。那时的小静还算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智贤被父母硬拉着去了首尔。韩江追出门去的时候，却看到父母在外面等着他，地上还有2个行李箱，是父亲来接他去美国的。自此以后，他们告别了校园的生活，这个曾经的地方让他们怀念不已。然而伊景和秀却还在憧憬着未来的美好。秀打算给他建一座木屋，想在篱笆院子里种满樱花树，而这个美丽的地方就叫他2月爱。往事不堪回首，眼泪就像没完没了的雨。伊秀就在他要倒下的那一刻稳稳抱住了他，眼泪模糊了双眼，隐约间能看出那是秀的身影。大家都回到了首尔，韩江扔掉手里的东西，一拳头就挥了过去。都是因为在镇安那边他知道了小静的事，他的每一拳仿佛在为智贤出气。不仅如此，智贤不小心掉了封信，韩江捡起来一看，信是写给他爸的，信里透露了明浩的阴谋，还得知了他爸得了脑瘤的消息。他找出智贤之前的辞职信，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那天要辞职。没想到明浩会做出这种事，他急急忙忙地离开了。这时小静去了韩江的办公室，他无意中看到了宋一锦的辞职信，越看越觉得哪里不对，怎么上面的字迹会是智贤的呢？特别是那个笑脸符号。他趁没人赶紧拿去复印了一份，然后带回家里，拿出智贤以前的贺卡对照着看，果然是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一锦就是智贤，但这也太离谱了吧。他拿不定主意，把这事儿告诉了明浩，他却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个现实。明浩的心情就像你喜欢的姑娘，突然有人跟你说她其实是你多年失散的妹妹，就是那种复杂的心情。第2天，智贤发现信不见了，非常着急，可信已经落在他爸爸手上了。他惊讶地发现信是智贤写的，智贤的吊坠也开始变红，接着爆了，灵魂也离开了伊景的身体。这时候摆渡人出现了，原来这一切不是真的，都只是他的想象。不过韩江真的在医院，可能担心他病情加重，没提信的事，只是催他赶紧做手术。要是灵魂真有的话，智贤看到的多无奈。爸爸想起办公室的那些事，觉得他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智贤很快也来到了医院，知道信没被发现，才松了口气。还有件好事儿，韩江说动了身爸爸接受手术，智贤终于可以放心了。等回到餐厅，韩江趁他分心溜进了更衣室，拿起他的包包，把信偷偷塞了回去。智贤却看见了，他一走，智贤就检查自己的包，发现了那封信。韩江原来早知道他是谁，但他没吭声。怪不得他最近的变化这么明显。他去找韩江，向他道了声谢。他又去尝试催眠，想回到从前找衣袖。画面切换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所有经历，对医生说不是梦游。奇怪的事正在他身上发生，他知道这关系到智贤的生死，所以他没告诉任何人。智贤看着他孤单一人，感到格外的心疼，走上前去关心衣锦，别在这待太久，这地方太偏了，很不安全。一边说一边帮他理了理发，刚触碰到他的头发，衣锦感受到了智贤的好意。虽然他是幽灵，还是觉得紧张。现在智贤白天陪衣锦发呆，看他哭时也觉得心酸。哭累了，智贤就钻进他身体里，摸出他那张毕业照，从没看他笑得这么开心。正想走开他，突然停住了，拿起照片认真看，原来他就是宋一秀啊，那不就是身边的摆渡人吗？智贤终于找到他了，谁知道他死活不认账。智贤翻开相册，让他好好看个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摆渡人在工作期间，他们会被限制记住活着时候的事情，只知道要实现一个愿望才会成为摆渡人，等到5年期满才会记起生前的事和那个愿望。智贤回去告诉他这个消息，叫他再耐心等一等，保证会让衣袖找到你的。衣锦终于有了点反应，他现在能隐约听到智贤的话了。咖啡店门口，那个油腻男总盯着我，已经盯了好半天了，原来他也是摆渡人啊。他来是想找答案的，忍不住就进来点了杯咖啡。当衣锦让他结账的时候，他找到了答案，因为摆渡人不会故意变成油腻男的样子，在熟人面前会自动变成一个陌生人。明浩帮忙找到了衣锦的地址，
晚上就过来找了。他跟着他去咖啡店，像那天一样，他认不出我。明浩不停地追问他到底是谁。这时候卢医生赶来帮忙，明浩这才罢休。他问伊景认不认识那个人，他说不认识，但知道他的名字。伊景坦白说他不是梦游，而是和另一个灵魂共用一个身体，因为他能感觉到那个灵魂一直在担心他。自从衣袖去世以后，他第一次感到有人在安慰他。然后他分享了自己的故事。5岁时被妈妈，他5岁的时候被妈妈留在车站，那天被送到孤儿院，宋一秀过来安慰他，给了他一块巧克力。宋一景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，但是18年后的一天，他却选择了离开他。没想到15天后他就出事了。他还有好多话想对他说，可现在再也没机会了。听着自己的故事，一秀的眼泪也流了下来。明浩并没有走，他在这儿等卢医生。最后他从卢医生那儿知道了伊景身上有灵魂的事。智贤正好和一个流浪汉擦身而过，然后他们就停了下来。他回头一看，盯着智贤胸前的那个吊坠，吃惊地问：那滴眼泪是怎么来的？原来他们是一路人，他自己一个也没找到，而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。智贤问他脸上伤痕怎么来的，他说是他自己打的，而且每隔几天就自己揍自己一顿。我原来是做房产的老板，都是因为那个人抢劫的时候敲了我脑袋，我才变成植物人的。知道智贤还剩13天，他告诉他剩下的时间里情况会有变，灵魂现在太弱了，从身体里出来都难，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。小静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偷听他们的谈话。那男人得走了，他要去最后一次见他妈妈。智贤给了他点钱，叫他先洗个澡再去。他感谢智贤，抱怨这49天真是太残酷了。小静等了好久，他问他缺钱不，可以给他很多，只要他告诉他那女人的真身。小静被问得哑口无言。天已经黑了，韩江和智贤在餐厅。今天是韩妈妈的忌日，当年爸妈离异，爸爸去了美国，韩江以为都是妈妈的错，就再也没理过他。等到了美国才发现自己有个10岁的弟弟，等他回国的时候，妈妈已经去世了，这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。心里想着最后那次的海带汤，他说他不仅欠智贤一个人情，还欠他一个道歉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当年的手链，请他转交给智贤。当然他们心照不宣，韩江却不知情，那手链其实是他妈为了感激智贤亲手送给他的。深夜智贤的灵魂飘到了医院，爸爸手术后还在昏迷中，生爸爸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徘徊，迷失了回家的路，不停听到女儿的呼唤。突然前面的门开了，看到刺眼的光芒，终于看见了女儿。他向那扇门走去，爸爸也恢复了意识。那一刻他看见了智贤，他靠近爸爸，轻声说：现在还有一个难题，真的复活可能会忘掉这49天的记忆，意味着忘掉韩江衣锦的恩情，也会忘掉明浩和小静的阴谋，也许还会跟他结婚，想想都觉得恐怖。第二天他约了衣锦出来，要谈谈智贤的事情，承认智贤帮了自己很多，同时表达了自己的问题，总是单纯的帮人，却忘了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觉得自己在智贤心里只是个施舍的对象，认为因为自己家境好才能那么乐于助人。小静因此找明浩破坏身家企业，想看智贤失去一切后还会不会保持这份纯真善良。说完小静就走了，智贤泪流满面，他看着智贤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这是他真正的目的。智贤来到首尔的酒店，装作失忆，取回了之前衣锦的东西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合照，是衣袖和另一个人的，为衣锦感到愤怒，然后去工作室找他，因为那照片吵了起来，不知不觉就在为衣锦辩解。他眼里含着泪水，一次又一次呼唤着宋衣锦的名字。衣袖醒过来了，记起了一切，那份深刻到骨子里的爱，衣袖那些往昔终于回到了他心头。可这照片他还真是头一回见，不过他确信这肯定是场误会，自己睡着了，朋友们恶作剧的杰作。谁曾想这会成为一切的起点。回到5年前，那时候的衣袖对音乐有着满腔热情，他们那时候总是争吵不休。那一天衣袖终于爆了，说了一堆让他很受伤的话，可他无心，他却很在意。朋友看着衣锦失魂落魄，劝他去和衣锦和解，毕竟他要出门表演，要2周后才能回来。衣袖却没那勇气，想着利用这个机会冷落他几天，可是没想到这一冷落就是一生。衣袖晚上在酒吧演出，白天还得在工地上打工赚钱，但他始终记得那承诺的2月爱。演出结束后，他挑选戒指的那家店想给衣锦一个大大的惊喜，还刻上了他们的名字 S 和 K 的爱。仔细瞧瞧他的摩托油箱，还有那把琴后面 S 和 K 的爱无所不在，连回家的路上都得掏出戒指来看一眼，小心翼翼，差点就掉了。迎面的卡车越来越近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已经太晚，发生了那场不幸。衣袖临死前脑海里不停闪过他和衣锦学生时代甜蜜的情形，那辆贴着 S 和 K 之爱的摩托和那把吉他都是他曾经的最爱，如今都变了模样。还有他和衣锦的那对戒指就在眼前，
但那双眼睛已经不受控制。现在衣袖回想起这一切，内心久久不能平息。他得找上头领导好好问问。智贤把衣锦的东西送到了餐厅，韩江终于注意到他那泪珠形状的吊坠。他问智贤是哪天换的链子，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，原来是空的吧？韩江暗示他把吊坠的事委婉地说出来。智贤说是辞职那天换的链子，那岂不是自己去医院看他的那一天？韩江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他接着说，辞职那天自己心情很不好，居然跑到智贤病房哭了一场。他这才意识到，那眼泪原来是韩江流的。韩江生怕自己说漏嘴，看他这么激动就担心了，让他赶紧去工作。然后他找到了海叔，请他继续沿着眼泪的线索查下去，自己则得赶紧去对付明浩。已经从前辈那里了解到明浩的计划，他打算用手里的还没倒项目跟其他2家公司联手，把资金抽空搞垮身家企业。现在正忙着收集明浩的罪证。智贤把衣袖恢复记忆的事告诉了他，衣锦一头雾水，他怎么会认识宋衣袖呢？衣袖记起了一切，感觉有了新的使命，他会一直守在他身边，照亮他前行的道路。这5年，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，都是自己造成的，而且无法补偿。他突然出现在智贤面前，嘱咐他别给自己惹麻烦，得让自己的5年任期平平安安结束。因为他用5年时间换来的心愿，就是见宋衣锦最后一面。第2天，明浩找到了衣锦的房东，出了个高价租下了他的房子，叫房东让里面的人快点搬走。然后他打电话给智贤，威胁他跟自己见一面。本以为明浩只是缠着自己，没想到智贤完全没料到，让他措手不及。明浩一直在揭露真相，智贤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逃了，跑到衣袖那里，问他应该怎么做，结果被衣袖嫌弃了。为什么会是衣锦的身体？衣袖开始支支吾吾。他突然想起那天那个大叔说的话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一切都是衣锦所造成的。他冲上马路，导致连环车祸发生了。智贤一回家就开始埋怨衣锦，他越说越激动，声音越来越大。衣锦感到有点害怕，他想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。智贤情绪完全失控了，竟然一气之下打飞了他手里的筷子。智贤还在那儿小声嘟囔，衣锦被吓了一跳，赶紧朝那边看去。突然他看到智贤了，他赶紧躲到角落里。智贤也是大吃一惊，他没想到自己的话会被听到。这时候外面传来敲门声，是房东来了，催他搬家，他得在1个星期内搬出去。智贤这才冷静下来，开始道歉，但衣锦已经被吓坏了，还是去咖啡店上班比较好。咖啡店里有个不请自来的客人等着他，明浩直截了当地说，他不希望他把身体借给智贤，请他去自己在釜山的公司工作。如果他不接受，那他就得采取其他手段了。他那话里有话，分明是在威胁衣锦。他反复思量后，决定还是离开这里吧。回到家，他推开门，他请智贤离开。智贤恳求不停，但衣锦的心意已定。没过多久，衣锦拎着行李就从他面前走过，智贤立刻追了上去。韩江恰好看到了这一幕，他看到智贤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再想一想，感觉不对劲，那应该是衣锦。他赶忙跑到他家，知道他搬走后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必须得先找到衣锦。还好他记得出租车上的电话号码。现在的智贤太虚弱了，走都走不动。这时候衣袖赶来了，他最终把他送到了车站。他只能帮到这里了。他拜托他一定要把衣锦带回来。现在他们3个都坐上了开往釜山的列车。韩江终于找到他了，他恳求衣锦留下，不然他再没有复活机会。对面坐着智贤，衣锦现在不仅能听见，还能看到他。智贤泪眼婆娑地说，给我多10天，让我跟身边的人说完心里的话。衣锦听着也忍不住流泪。镜头一转，韩江开车，车里人头攒动，他们每个人眼里的人数都不一样。不管怎样，衣锦被带回来了。房子的问题可以先放一放。智贤为了感激衣锦，特意做了顿饭，还说那张衣袖的照片是个误会，等见面了让他亲自告诉你，不会太久的。小静心怀叵测，还在想着智贤，他真的又回来了，马上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明浩。他立刻冲到咖啡店，问衣锦为什么还没走。衣锦说是因为自己上了车，没法子，只能想办法甩开他。衣锦装出很害怕智贤的样子，说为了不让他白天附身，要辞掉夜班，去韩江的餐厅工作。明浩觉得他这做法毫无逻辑，不停地问各种问题，衣锦只好应对。他开始感到焦虑，不确定面前是衣锦还是智贤。其实2人都在，衣锦在跟明浩周旋，尽力保护智贤。韩江那边接了个电话，明浩开始对申企采取行动，因为股票大量被抛售，接下来几天需要大量资金支撑，资不抵债就只能破产。申妈妈无计可施，反问明浩在干嘛。他们说明浩在四处筹钱，但还是没消息。这时候韩江有了主意，一大早他带着智贤去找妈妈。他说智贤在车祸之前让自己替他保管印章，有了印章就能抵押智贤手里的地，前提是不能让公司的人知道，尤其是明浩。妈妈虽然好奇，也没问出什么。通过贷款，
3天就搞定了40亿韩币，当下的难题就这么解决了。小静听闻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这钱到底哪儿来的？回到家，发现小雨整理好行李准备走人。小静承认她其实很虚荣，开始就骗了明浩，说自己爸是申一直，加上嫉妒智贤，所以做出了不可挽回的事，现在特别后悔，但是已至此无法回头。对小雨而言，背叛朋友没啥可说的，现在他只剩下不爱他的明浩。智贤懂明浩，对身家他是不会手软的，又开始盯上他家保险箱。这次他可是做足了准备，没错，密码就是明浩妈的生日。智贤果然开了箱子，韩江发现他没来上班，打电话也联系不上。他一查定位，智贤又在明浩家，可智贤白高兴一场，保险箱里空空如也。他失望地走出房间，明浩已经等在那。他现在确定这个人就是智贤，因为衣锦对自己家不感兴趣。现在他特别紧张，灵魂在身体里摇摇晃晃。智贤突然倒地，这回好办了，衣锦的态度坚强不屈，正好用来对付明浩。几句话就让他焦虑不安，最终他大发雷霆，还请来个驱魔人。看来明浩早有打算，幸好智贤早就出来了。他找了半天，说他没被什么灵附身。明浩不信，让他再试试。那驱魔人突然改变方向，慢慢朝智贤走去。驱魔人竟然发现了智贤的灵魂。这时候门铃突然响起，明浩马上认出是韩江，示意大家保持安静。助手赶紧去看，怎么连警察都来了？有人报警说这儿有非法拘禁，他们催我们赶紧开门接受检查。门终于开了，警察没找到韩江却走了进来。其实那都是衣袖的幻术。注意到了，每次危机，宋江总能及时现身，他帮衣锦打包东西。这地方太危险了，他让他们俩搬到他那儿去。智贤现在已经弱得很，是衣袖一把抱进来的，因为韩江看不到他，只能从衣锦那儿了解他的状况。形势愈发严峻，韩江既伤心又无奈。衣袖在一边看着他，眼神充满深情，忍不住想要靠近他一些，然后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。衣锦虽然看起来总是没精打采，但他很敏感感觉到了，这对分隔两界的恋人，一个望眼欲穿，一个爱而不得，心里满是煎熬。晚饭后，衣锦下楼看到韩江还在为智贤担心，49日的期限只剩下6天了。他走到韩江面前，劝他别对智贤投入太多感情，越是深爱失去后的痛苦越深。智贤觉得没希望，已经放弃。韩江不愿听这些消极的话，反驳说，上帝都是7天创造了世界，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希望呢？衣锦回说，你这样只会让他更难过，或许你们这辈子就是没缘分，别再留恋了。韩江生气地让衣锦闭嘴，他绝不会在智贤离开前放弃。就在他转身要走的那一刹那，他从后面抱住了他。这一刻，韩江终于明白，没想到他就是智贤，不再留恋，就当这辈子无缘吧。这不是衣锦的忠告，而是智贤心里的话。韩江请他转告智贤，别无声无息地离开他，就像当年他妈妈一样。智贤点了点头答应了。现在小静自己一个人住，他老觉得晚上有人在拽被子，睁开眼一看，竟然是智贤躺在旁边，吓得他赶紧坐了起来。智贤就那么温柔地呼唤着小静的名字，然后紧紧抱住了她，就这样抱个不停。小静吓醒了，都是一场梦啊，心里还是挺害怕的。梦是假的，但智贤的灵魂感觉真的一样。他立刻打电话给明浩，明浩很快就来了。他跟小静说，把他的呼吸机给拿掉，这样他就再也吓不到你了。小静听了直接傻眼，瘫坐在地上。明浩走后，小静把墙上3个闺蜜的合照摘了下来，她直接去了医院。智贤也在那儿，她悄悄溜进病房，走到床边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伸手朝智贤的脸前。韩江恰巧在陪护，正巧目睹了这一幕，问小静他是不是疯了，做这种事还有人性吗？仇恨有多深能让你这么做啊？最后他把小静给轰出去了。智贤蹲在地上伤心的哭泣，因为小静跑到医院想拔掉他女儿的氧气管，所以智贤妈妈找他算账，说当时是把你当自己人收留你的，现在你却这样报复我们，就算是想对付我们家公司也就算了。智贤现在已经成了植物人，你竟然还想要他的命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等他走了以后，小静恨他，更恨自己现在的样子。智贤爸爸好不容易在公司恢复了，虽然那个名号败类被开了，但公司依旧摇摇欲坠。河内的项目本来能填上70亿的缺口，却被别的公司抢先一步拿下了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那公司不是去投标胡志明市的项目了吗？确认过的不是吗？他跟社长说是明浩弄的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韩江知道公司出状况了，打算赶紧飞美国求爸爸帮忙。海叔劝他别急，因为智贤就剩5天了。韩江说就回公司是智贤临走前的愿望，反正来回3天就够了，智贤也别知道，免得他操心。韩江立刻动身，去机场前得先跑一趟检察厅，提交明浩的违法行为和证据。智贤那边，他想感谢韩江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手做紫菜包饭，生命结束前打算跟他来一次野餐，做好了就高兴的去找他。海叔是不会撒谎的，
只能说韩江飞美国了。3天后才回，智贤听了急了，立刻跑了出去。原来智贤时间不多了，韩江是按49天来算的，可他不知道智贤被扣的那2天，所以临别前他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摆渡人穿的正式，午夜钟声一响，他就开始宣布：申智贤旅行者，你还有16小时55分钟，任何泄露天机的东西或信都得销毁。负责你的摆渡人会在旅行结束前5分钟正式来接你。报告念完，他拍拍智贤，他也觉得遗憾。他的最后一天恰巧也是他父母的结婚纪念日，他去小雨那儿买了蛋糕，还是以朋友的身份给父母送去祝福。又到了1年1度的纪念日，智贤每次都会唱歌庆祝，这回也带来了专辑，亲自唱给他们作为离别，用歌声作为最后的告别。衣锦第一次见到真实的智贤，归根结底觉得自己有责任，真的很对不起他。当他回到现实，衣锦真心道了歉。智贤说：如果你内疚，那就振作起来，好好活下去。衣锦醒来时，智贤已经离开，留下了准备好的饭，还有一个惊喜，里面全是他本应用却没用的物品，还有之前的便条。房间打扫干净了，别总是吃方便面自己照顾好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默默喜欢你的可怜的灵魂。智贤不再需要我了。衣锦觉得没理由留下，带上东西回到旧居。他在沉思，留不住想留的人，走不了想走的人，脑海里总浮现他关心的画面。现在特别想念智贤。医院传来不好的消息，医生说智贤的情况不乐观，似乎撑不下去了。智贤的灵魂该离开了。摆渡人开启了传送门，挥手间吊坠变了样，多出了一滴泪。临走前意外的收获，心里难免感到遗憾。再看一眼，竟然有3滴泪。随着视线越来越模糊，灵魂也慢慢消散。在医院里，他们伤心的哭泣。第2滴泪大概是小雨的吧，那第3滴是谁的？智贤终于醒来，一睡就是49天。宝贝女儿大难不死，爸妈乐坏了。韩江终于回国了。海叔打来电话说他算错了日子，以为智贤已经不在了。韩江自责起来，还没哭出声，智贤妈妈电话打来，告诉他智贤醒了。一瞬间感受了人生的起伏，然后他急匆匆去了医院。智贤去检查了病房空着。韩江这一趟成功引进了投资，拯救了公司，申爸爸感恩难以言表。不久后，他终于见到智贤。韩江愣住了，看起来他的49天记忆消失了，那些深刻的记忆只能自己珍藏了。韩江不禁感到有点失落，他去找衣锦，把好消息告诉他，感谢他帮助智贤，可惜他可能不记得我们了。衣锦把手链给了他，说是你妈留下的，传达了智贤的话。他说如果没有你，他肯定撑不过来。明浩感到绝望，觉得自己没什么希望了，所以他去医院看他精神病的妈妈。原本打算成功后再来接他，现在只能说声对不起。这时候检察官来了，以贪污侵占罪把他逮捕了。明浩请求了2分钟跟妈妈告别的时间，虽然妈妈糊涂，但还记得儿子。妈妈骄傲地夸他一番，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明浩觉得无地自容，羞愧难当。妈妈为他辛苦挣钱，送他去美国念书，却辜负了妈妈的期待。最终他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衣袖的5年任期快结束了，终于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了，终于可以和衣锦见面。他整理贺卡时，衣袖的邀请函突然出现，没想到智贤说的都是真的。第2天一大早，他拿出智贤送的化妆品，5年来第一次好好打扮自己，接着按照约定地点来到公园。5年后2人的重逢，为了让他放心，衣袖的笑容掩盖了兴奋。衣锦眼泪汪汪，感情溢于言表，试图触碰他的面庞，难以置信这一切是真的。紧接着2人紧拥而泣，衣袖带他去了特别的地方，那是他曾出事的地点。他说我们的关系曾因此生变，都归咎于自己的幼稚。这个地方见证了我的真心。原来他将戒指藏在这里，戒指虽旧，喜悦依旧如初。轻吹一口气为他戴上。这份等待迟来了5年。衣袖接下来用2天时间，将衣锦的房间变得焕然一新，实现了他们未曾完成的梦想。但命运终究会到来，衣袖回来的真正目的不只是短暂的欢乐，而是向衣锦做最后的交代。只有忘记我，他才能真正幸福。第2天，衣袖带他到海边，突然放开了手，决心与衣锦结束这一段情。他恳求衣袖一起离开，独自一人无法承受。衣袖轻声对他说，只有放下你，我来世才能幸福。如果你不快乐，我心如刀绞。为了我，请丢掉那枚戒指。边说边摘下戒指投向海洋。衣袖最终离去，希望衣锦能忘却幸福生活，这是他唯一的选择。衣锦哭过之后，回想智贤的话，决定也要让自己幸福的生活。他去医院看望智贤，推开门的那一刻犹豫了。智贤的记忆已经被抹去，或许不打扰更好。这时智贤出现了，喊了一声衣锦姐。衣锦不敢相信他还记得我。智贤挂念衣锦，紧紧抱住他。他的记忆并未消失，只是装作不认识韩江。他讲起在复活后的第2天，摆渡人找上了门，因为他意识到6天之后
自己卸任前的最后一个渡客就是申智贤。对一个刚刚复活、经历了49天考验的人来说，太残酷了。所以上头决定了，只要智贤愿意，他的49天记忆可以保留。所以衣锦呀，请别告诉韩江，他如果把我当朋友就够了。智贤生命里的最后一天，他想发挥剩余的价值。他冲出医院，跟父母吃了顿团圆饭，还想实现最后一个未了的愿望。他跟着衣锦做了紫菜包饭，一起跟韩江去野餐。智贤从他那儿借了样东西，就是借他做男友1整天，因为他好想真正谈次恋爱。韩江提议说：“那你明天做我女朋友如何？”智贤没出声，心里在想：当然，如果还有明天的话。他们到了野餐地点，那里面不光有食物，还承载着他对韩江的感激。这是他们多年来最开心的一天。然后他们一起去了许愿池，智贤扔出了1枚硬币，韩江在旁边看着他，多么希望他能活下来。衣锦已经把一切告诉了他，韩江付出了那么多，他只希望他能活着，哪怕这辈子不能再见，只愿他活着就好。智贤为了留给他们的人，独自一人承受着这一切，所以韩江照着智贤的愿望，装作啥都不知，送他最后一程。他们结束了那完美的一天，智贤回到了病房，他跟爸妈轻声说了悄悄话，让他们笑得很开心。那幸福的气氛还没散去，智贤突然倒下了，医生还没赶到，他就这样撒手人寰。不久后，他的灵魂从身体中飘出，老友按时在那等着他，陪他走完这最后一段路。智贤听到爸爸那撕裂人心的哭声，心里难过的要命，这正是他最不想看到的场面。他就让摆渡人快点带他走。临走之前，智贤很想知道那2滴泪是谁流的，一滴肯定是小雨的，另一滴是小静的。那一天，小静准备来拔他的氧气管，智贤吓坏了。小静回过头，看到自己的倒影怎么变得这么丑陋，他终于承认这都是自己的错，是因为自己一直在走歪路，还找别人当借口。小静跪在地上，一次又一次地向智贤忏悔道歉，临走前还摸了摸他，结果这举动被韩江误解了。为了救明浩，小静把证据交给了检方。他突然想起智贤，要是一切能重来，那该多好啊！不经意间，他为智贤流下了第3滴泪。到了传送门，跟摆渡人握手道别，两人眼里都含着泪，嘴角带着微笑，既不舍又无奈。同时，摆渡人也完成了他的使命，达成了自己的心愿，现在可以放心离开了。病房里，妈妈紧紧抱着智贤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医生说是因为腹部主动脉瘤破裂导致的猝死。韩江得知消息后，急忙赶到医院，虽然心里早有准备，看到智贤的遗体，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小静也听到了这消息，浑身一软，瘫坐在地。他随后给监狱里的明浩打电话，当他听说智贤去世了，有点不敢相信，眼泪就这么不争气的掉了下来。他对他还是有感情的。智贤的葬礼那天，他用相机记录过的所有同学朋友都来了，不知道他们流的是什么颜色的泪，感觉就像回到了第1集一样。小静也来了，她躲在角落里，远远的看着智贤，还有衣锦、韩江、小雨，他们都在那陪着智贤。没想到啊，哭得最伤心的竟然是他。一切都结束后，韩江去看望智贤的爸妈，然后从妈妈那里听说，原来智贤还有个姐姐。有次妈妈带着志敏和智贤去车站，一不小心，智贤就跟着一个拿着气球的孩子走远了。妈妈找智贤去的时候，志敏就一个人留在外面了。等妈妈回来，志敏就不见了。韩江接过照片，他说这书包和鞋子我在哪儿见过，而且他也是没爸妈的。他说的就是衣锦。上次他们在衣秀以前的工作室偶然看到的那书包和鞋子，韩江就带着智贤妈妈去那，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书包，原来衣锦就是智贤的亲姐姐。这下子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小时候是因为智贤，衣锦的命运才会这样，现在又因为衣锦冲上马路，智贤的命运也改了，仿佛有种神秘的联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。其实智贤的结局也不算太悲惨，如果没有那49天，想想看他会有多悲惨。死亡日期也没变，很可能是自己结束的生命。想起摆渡人经常说的话，人心真是最难琢磨的。智贤的49天间接改变了小静的心，小静也影响了明浩，甚至还救了身家。2年后，小静去监狱看望明浩，他这2年一直在后悔，对身边的所有人都感到抱歉，甚至说对不起都觉得内疚。小静始终守候着他，一直等他出狱。最后，韩江和衣锦一起来追忆智贤和衣秀。正如智贤所希望的，韩江和衣锦已经变成了好